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新优战法频道。那从昨天晚间8点钟，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反弹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当中。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轮行情从59,500美金反弹到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之后，重新开始回踩。那么这里的回踩呢，我们认为是因为72,890美金到59,540美金这一路下跌之后由于比特币减产已经结束，然后出现了反弹。反弹之后呢，遇阻于200日均线之后，进行了第一次的回补。第一次回补完毕之后，再次回踩，然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会有2次回补、3次回补，在底部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才有机会继续上行。但目前来看，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走势比较极端。目前在4小时级别，4月24日，也就是前天8点钟晚上8点钟的这根阴线走了一个悟空阴线这里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那基于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下方是一个8节阴线，8节后面的 K 线呢，我认为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那下方呢可能会走出4小时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可能会接近前低59,500美金附近进行一个2次筑底的动作。同时呢，这次筑底完毕之后，行情会反复围绕4小时均线的200日4小时的200日均线和下方62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横盘整理震荡，震荡完毕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再次寻找机会发动突破。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仍然看到比特币处在3月初行情当中悟空阳线的实体部分，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比特币是有一个大的上涨趋势。那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实体部分经历了7周的干扰性 K 线始终没有跌破，那么这个箱体结构在周线级别上和日线级别上已经形成，并且呢，我们可以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画出一个三角形结构。那这个横盘整理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呢，很快将要到达5月初的一个近焦点的一个区域。我认为近焦点的区域三角形的近焦点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如果不继续下破向下找日线级别144日均线支撑、200日均线支撑和169日均线支撑，不向下找这个支撑的话，是容易走出一波行情的。那么这一点呢，我认为首要条件是不跌破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开盘价。那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开盘价在哪儿呢？我们看3月4日的这一周开盘价在62200美金附近。那这个位置是可以被短时间杀破的，但是要迅速回弹上来。周线级别上不能有实体阴线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上不跌破62200美金，就有机会在当前日线级别横盘整理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尾声的这个部分发动突破行情。那如果一旦出现突破，我们将会看到比特币的悟空阳线重新复活，最终呢形成它的悟空阳线组。同时呢，上方也会重新让我们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总而言之呢，目前处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实体范围，我们上方是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预期的。那同时呢，比特币在高位的横盘整理和震荡，也为很多山寨币提供了板块轮动和上涨的机会。那么最近我们关注的是 BNB 因为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形态。那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突破了一个长期的长达3年的压力位0.009。突破之后呢，我认为 BNB 和比特币的空间将会被打开。那上方如果一旦打开的话，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将出现新高，同时将会带动 BNB 和 USDT， 也就是说 BNB 本身的价格也将会有一些看点。那在这里呢，我们看BNB 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走势。突破之后呢，目前重新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那么这个箱体结构在上边线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4次的位于600美金附近的等位置波峰，这里是日线级别的。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出现600美金的等位置波峰的话，容易出现新高。而 BNB 一旦出现新高的话，在周线级别上，我认为它将会走出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如果出现周线级别标志性的阳线的话，上方就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这个上涨结构将会与
21年的急速上行，我们可以看到21年的急速上行，从40美金直接涨到690美金啊，和这波行情形成对称性的关系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币安不断上新币种、次新币种啊，也有这个识别挖矿啊，持有币安币去拉支付。那么这些动作呢，将会给币安平台带来大量资金。那么在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这些新币种上涨之后的行情将会通过 BNB 与次新币的交易对，让资金回流到 BNB 当中来啊，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动作。那么从今天 AI 困首页的云图来看，我们看到互有涨跌吧啊，前200名当中啊，市值前200名当中互有涨跌。那么这些板块里面，我比较看好的是币安的 DeFi 板块。那么币安的烂支铺呢，也在本周啊要上新一个新的币种，那么也是 DeFi 板块的。我们通过最近几期的币安的烂支铺看到，币安在今年很愿意上这个DeFi 板块的一些币种啊，通过以太坊挖矿，通过 BNB 挖矿，通过比特币挖矿啊，这些DeFi 类的币种我认为是本年度甚至是整个牛市的一个热点的中心。那么通过这个云图我们也找到一些有趣的。比较容易抓住强势币种的规律。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天抓到的这个 HIGH， 我说这个回调之后就可以买进。买进的原因就是首先呢，它在周线级别上做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的动作。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云图很多板块都出现了 HIGH， 证明它是一个跨板块的币种。那么在本轮行情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回踩了一个144均线。那么这里的回踩深度还是比较深的，从高点到低点呢有50%的下跌。当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从高点到低点呢有一些山寨，甚至出现了70%的下跌，所以呢这里的50%的调整，我认为对于山寨币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做出了与下跌时间级别对称的一个反弹动作。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那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它做了2轮次的日线级别上涨洗油，那么目前已经创出了一个新高。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它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洗油之后与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波峰遥遥相互对应。同时呢，如果去掉这个波峰，我们可以看到底部它形成的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在去掉这个极端行情的这个波峰之后底部是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在接近近交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突破之后我认为它有可能做一个第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洗油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将会让 HIGH 迎来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行情。所以呢，对于这种跨板块的热点币种一定要关注。同时呢，我们上周讲的这个 ATA 也存在一定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确实如我们所料在接近前高附近出现了回踩动作。那么它第1轮的调整是日线级别的调整，日线级别下跌洗油打到日线级别的144均线附近，然后做与下跌时间对称的反弹。反弹完成之后创立了新高，形成反转，但是新高和前高非常接近，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线。但我们通过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可以看到在小时线级别上，在169均线附近完成了它的一个下跌和回弹动作。那么这个位置出现回弹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2次回踩。那么第一次踩到了169日均线这个位置，那第2次呢，2次回踩踩到了144日均线这个位置，证明它底部正在不断上移。那么同时结合目前 ATA 市值较小，之前横盘时间过长，因此呢，对于 ATA 来说，目前正走的是它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洗油的一个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那在未来几周可能会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并且呢不断创出新高。那么可以对比 HIGH， 那 ATA 目前的结构和 HIGH 和 HI 这个币种是非常类似的，都是在底部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突破收敛三角形，然后不断走高，容易构成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因此呢，对于这2个币种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观察到的也应该是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